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分享酥皮泡芙的做法。最好吃的泡芙莫过于自己家烤箱新鲜出炉的，外壳酥脆恰到好处，搭配刚挤进去的奶油内馅，异常美味。泡芙制作起来并不难，但操作过程中有许多需要注意的细节。如果你的泡芙一直面临着回缩、凹底、没法膨胀等问题，看完今天这个视频，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理想的泡芙。在制作泡芙面团前，先来做一些准备工作。首先是酥皮，制作酥皮的材料有低筋面粉60克、糖粉40克、室温软化的无盐黄油60克。把所有材料倒入搅拌盆中，用刮刀翻拌均匀成团就好了。把面团转移到2张烘焙纸之间，用擀面杖轻轻擀成大约2到3毫米左右厚的片状，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冷冻。然后来准备烤盘，我用的烤盘长40厘米，宽30厘米。今天分享的配方大概可以挤出18到20个直径5厘米左右的泡芙。如果你有用来标记马卡龙大小的硅胶垫的话，可以放在烘焙纸下方，作为你挤泡芙时候的大小参考。挤完后，将硅胶垫小心移走即可，或者用圆形的模具和铅笔在烘焙纸上画出大小相同的圆，然后将烘焙纸翻过来使用。此外，你还需要一个裱花袋和裱花嘴，用来挤泡芙面糊。裱花袋用一次性的就好，可反复使用的那种比较难清洗干净。我用的是口径大小为11毫米的裱花嘴，对于我要做的泡芙尺寸来说比较适中，你可以根据自己要做的泡芙大小灵活调整。裱花袋顶端可以折起来，或者用夹子夹住，放进一个高一点的容器中，这样等下装泡芙面糊的时候会比较容易。冷冻好的酥皮用模具压出与你泡芙大小相同的圆片，放回冷冻室继续保存，方便等下食用。烤箱预热190摄氏度或375华氏度，并将烤架调整到烤箱中下层。以上准备工作都做好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泡芙面糊了。需要的材料有水105克、中筋面粉65克、糖粉10克、无盐黄油45克、盐2克、室温鸡蛋3个。我用的是一个大约60克的大号鸡蛋，这里鸡蛋的温度非常关键，至少要是室温，也就是20度左右的鸡蛋，用有一些温热的更好。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鸡蛋温度过低，在加入热泡芙面糊的时候，会严重影响本就不那么稳定的乳化，面糊会迅速变稠变硬，最后的膨胀效果就不会太理想。如果你忘记了提前将鸡蛋放置到室温，可以像我一样，准备一碗50-60度左右的热水，将鸡蛋放在里面至少15分钟就可以使用了。把黄油、水、糖粉、盐加入小锅中，用小火缓慢加热，期间可以不断晃动锅子，帮助黄油融化。当黄油全部融化的时候，就可以转中大火，煮到液体沸腾冒泡的状态后，就可以关火了。接着一次性加入全部的面粉，用橡皮刮刀搅拌成团，然后用橡皮刮刀不断碾压面团，去除其中的面粉颗粒。大概混合均匀后，开小火不断翻炒碾压面团，让所有面团受热均匀。炒制的时间长短与你的灶台火力、锅的导热性，还有你的翻炒碾压手法等都有关系，因此也不用太在意炒了多久。当你听到锅底有油煎面团产生的细小的滋滋声，面团变得有一点点光泽的时候，就差不多了。如果你用的是会粘底的锅的话，也可以以锅底有一层薄膜为标准。我这里大概翻炒了2分钟，如果不放心的话，就多炒一会儿，确保面团整体糊化均匀且彻底，最后都是可以成功做出泡芙的。把炒好的面团倒入搅拌盆中，稍微摊开散一下热气，并不需要等待很久让面团降温到室温。如果你用温度计测量，就知道此时面团温度并不足以烫熟鸡蛋。将鸡蛋打散搅匀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加蛋液了。蛋液添加的量，如果你不是特别有把握的话，可以每次都加入当前蛋液总量的1半。每次加入后，用电动打蛋器以最低速度搅拌均匀到没有鸡蛋液的状态。
鸡蛋液的具体用量是泡芙制作的一个难点，它跟你的鸡蛋大小、温度、面团的糊化程度、面粉的种类都有关系，你需要靠面糊的质地来判断。一般当加完第3次的时候，面团会开始呈现有些粘稠但微微有流动性的状态，此时可以停下来用刮刀确认面糊。公认的鸡蛋加够了的判断标准就是面糊能从刮刀上凭借重力在2到3秒左右自然掉落，并且在刮刀上留下一个倒三角形状。如果你的面糊还是太稠了，就可以继续添加蛋液。其实也不用特别纠结要达到这个状态，像我做的另外一份面糊就比较浓稠一些，难以在刮刀上形成倒三角，但等下你就会看到，只要面团翻炒到位，鸡蛋温度正确，即使是这样的面糊状态，最后的泡芙也是可以膨胀得很好的。把面糊装入事先准备好的裱花袋中，此时的面糊应该是还有一点点温热的状态。烤盘的4角可以先挤一点点面糊，用来固定烘焙纸。裱花袋垂直，裱花嘴离纸面有一点点距离。挤完后，轻轻转一圈提起。这一份是刚才比较浓稠的面糊挤出来的效果。挤完一盘后，在表面盖上提前准备好的酥皮，轻轻地压一下，送入烤箱，调整温度到180摄氏度或是350华氏度，烘烤50分钟。期间不要打开烤箱门，烤温在这里只是参考，你要根据自己的烤箱温度调整。如果50分钟发现出炉后泡芙还没有被烤干，就多烤一会儿。如果上色过头有些糊了，就减少时间或者降低一下烤温。这是刚才稠一点的面糊烤制的效果，泡芙都能很好的膨胀。时间到，我们的泡芙出炉了。切开后也能看到中间都是非常大的空洞，这是另一份面糊的效果，也是一样，都非常的饱满，能装上满满的馅料。说到馅料，我们来做个香草卡士达酱。比起纯奶油的内馅，卡士达的加入能让泡芙吃起来更加香甜美味，却又不腻。我们用到的材料有牛奶270毫升、蛋黄3个、细砂糖50克、黄油25克、玉米淀粉20克、香草精1小勺。在小锅中加入一半的砂糖、牛奶和香草精，用小火加热，期间不断搅拌，帮助砂糖溶解。加热到牛奶边缘有细密的小气泡的时候就关火，不要加热到沸腾。关火后放在一旁备用。在蛋黄中加入另一半的砂糖，用打蛋器搅打到浓稠泛白的质地，加入玉米淀粉，搅拌到完全混合。在蛋黄中倒入大约1/3的热牛奶，搅拌均匀，再将混合好的液体倒回锅中，开中小火加热，期间用打蛋器不停地搅拌。刚开始你会看到表面会有一层浮沫，当看到浮沫减少，液体开始有些光泽的时候，就是快要好了。一旦有大部分的液体变得浓稠，就可以立刻关火。用锅的余温加热剩余的液体，将锅从炉子上取下来，继续搅拌，并趁热加入黄油，搅拌均匀，这样就获得了一份顺滑的卡士达酱。如果你刚才不小心加热过头，做出的卡士达酱有很多颗粒的话，可以过筛一遍，用保鲜膜贴着表面盖好，这样能防止冷却过程中卡士达酱表面结皮变硬。放入冰箱的冷藏室，完全冷却后就可以使用了，大概1到2小时。所以你可以在烤泡芙前就把卡士达酱做好。馅料的配比就是1:1的卡士达酱与淡奶油。我这里是150克淡奶油与15克细砂糖，用高速搅打到浓稠的状态。此时加入150克冷却好的卡士达酱，用中速搅打到两者完全混合均匀，奶油出现纹路就好了。酥脆的外壳搭配冰凉顺滑的卡士达奶油馅料，真的太好吃了。这里再推荐另外一种吃法，把装好馅料的泡芙放到冰箱冷冻室冷冻1晚，第二天你就会获得一份冰淇淋泡芙。馅料中没有水分，又打入了很多空气，冷冻后的口感就像雪糕一样，不仅好吃，还延长了泡芙的保存时间。视频中提到的食材具体用量、制作步骤以及注意事项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，以及我的个人博客 PhD 咖啡中，
方便大家查阅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